亲爱的灵魂家人，通过塔罗牌占卜呢，我们确实可以提前预知未来。那么今天就通过塔罗牌占卜看一下哦，年底你会收到怎样的爱情大惊喜？人际关系会有哪些事件的转变发生呢？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当然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应对即将可能发生的事情，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拥有占卜的智慧、宇宙的力量。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其中1组牌卡进行聆听，所以要来一个集中能量的小冥想仪式。在仪式之后，通过能量进行牌卡的选择。请大家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如果可以的话呢，把我们的意念放在眉心之间，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给予我年底的惊喜、祝福，请显化我的幸福。我将接受宇宙所有的安排。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相信这个视频宇宙指引你来收听，一定是有需要你接收到的讯息，帮助你显化幸福。那么在聆听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感恩宇宙，接受宇宙的安排，接收宇宙的爱，我会幸福，年底我将收获满满等等的字样，来跟整个视频进行最准确的能量连接，并且来吸收能量，并且来显化宇宙给你的恩赐。留言好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就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传递宇宙的讯息了。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占的话呢，信息栏里面也有我的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申请占卜的字样，我们就可以在线下沟通。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年底会有哪一些感情好事发生？那么首先，你连接到的是太阳之子 Lucis。Lucis 是古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王权的象征，同时也是复仇之神。他是冥王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形象呢是一位鹰头人身，鹰的脑袋，人的身体。他头上呢戴着埃及王冠，腰围呢是亚麻短裙，手上拿着沃斯能量手杖和安卡生命符号。传说在很久的古埃及时期，伟大的太阳神拉神派遣使者奥西里斯和他的妻子伊西斯去统治古埃及。有一天，奥西里斯的弟弟赛特来奔赴他们，奥西里斯就收留了他。然而，奥西里斯对赛特的妻子心生邪念，赛特为了自己的挚爱妻子，在一次的酒宴上杀死了自己的哥哥。虽然奥西里斯只复活了1个晚上，但是诞生出了自己的一个儿子荷鲁斯，为他复仇。在荷鲁斯长大之后呢，因为伊西斯对奥西里斯的思念和对赛特的仇恨不断的加深，所以在荷鲁斯成年的那一天，伊西斯他的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位聪明、英俊、身材魁梧的儿子。荷鲁斯的军队和赛特的军队从此就有了残酷战争7年时光。在最后的战斗之中，荷鲁斯使用父亲奥西里斯给予的神奇力量，变成带双翼的太阳圆盘，飞上天空，用王权和枷锁将赛特杀死。
这场战斗刚好被路过的拉神看到了。在战后呢，太阳神拉神就任命荷鲁斯为新一代的古埃及之王，统治这片肥沃壮美的土地。所以神圣的太阳之子，他也是复仇之神。荷鲁斯的祝福呢，现在流向于你，他告诉你，是时候让你的生命不受限制的蓬勃发展了，让你的光芒燃烧的明亮且不带面纱，就像中夏的太阳在埃及沙漠中毫无争议的燃烧一样。预示着你将在2025年年底变得闪耀，不容忽视。你的人际关系改变的机会也正在走向于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你将变得更加的坚定立场，你将采取行动，做出积极的选择。在你的人际关系感情之中，你懂得净化与排毒，那么你将流向正能量的人感情，你将离开那些负能量或者是不再给你带来任何价值意义的感情人事物，可能你将进行断舍离。那么自己呢，也会有比较强的区分之心，同时更懂得治愈自我，更加珍惜正能量的人事物。而你的能量提升，那些小人，那些烂桃花，那些不好的缘分呢，都将慢慢的离你而去。同时你也会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决心，更加的有行动力。而你的指导灵守护天使也鼓励你可以抵达更加高远的境界，去看见那些值得掌控、值得追逐的人事物，然后去努力的做吧。另外呢，也代表着在年底这段时间，你有机会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当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你想去邀约对方有更多进一步的了解、熟悉的话呢，无论是同学、同事，还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只要你想加强当下的关系，那么去努力积极的行动就好了。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主动去邀约对方，主动表达你的心意。你的状态呢是积极、阳光、正面的，会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只要你愿意去争取的话，你是可以争取到自己所爱的。另外，如果当下你心中已经有喜欢的人，或者是你在暗恋着谁，那么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去滋润这份情感，去表达你的真心，去表达你的喜欢，去表达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想要跟对方建立稳定持久关系的这种心意吧。相信在你真诚表达之后，你的人际关系会有更加正向的一个转变。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患得患失、焦虑了，因为你会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在自己努力的争取之下，如果还没有得到你心中期许的，或者是该放手的话，那你至少知道谁是适合你的，谁是不适合你的。那自己和这个人、这件事情的缘分到底有多深厚？只有在你努力的去做了，你才会有更清晰的一个考量，你才会有清晰的一个判断。所以行动对于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年底这段时间呢，你也会使自己扎根，会让自己更加的脚踏实地，去打好感情基础。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建立关怀、建立快乐的大好时机。不要只是白日梦幻想，去做一些实际的这种动作，表达你的喜欢，表达你的心意，相信对方会接收到的。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更多的肯定你，更多的认可你，更多的尊重你。而你的守护天使呢，也会协助你达到灵性和物质的平衡，在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平衡。你付出了多少的心思，将会收获到多少的这种情谊，你会享受圆满的人间感情生活，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讯息哦。那么到底我们会经历哪一些事件呢？在年底这一段时间，首先我们会接收到礼物，
这也是你正在感受到祖传的一些智慧，更懂得人情世故，更懂得一种礼尚往来的行为。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别人。所以当我们收到别人礼物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我们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情谊，对我们的重视，所以我们开始去关注对方，我们会开始去在意对方，我们开始会去喜欢对方。那么也代表着，如果年底这段时间我们希望别人喜欢在乎自己的话，去送礼表达心意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也是实际的一些动作。当然你送的这个礼物呢，可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杯子啊，陶瓷杯，或者是自己缝制的围巾，钩的一些娃娃，或者是烹饪的一些饼干，做一些很脚踏实地的一些礼物送给他人的话，其实会建立更深刻的情谊哦。不需要太贵重，只要把这种心意呢传递到就好了。如果购买太贵重的礼物，可能收到礼物的人呢，他会把这种祝福变成人情，他可能觉得尴尬，不好意思收，或者收了之后呢，也许就欠你人情了。那以后呢，就会有很大的人情要还你了。所以一些小东西、小物品，力所能及，亲手做的是最好的。最好的去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基础，享受互相祝福的这种时光。那么除了你会收到礼物之外呢，宇宙也鼓励你哦，把你的一些礼物心意表达出来，所以在感情生中呢，也会获得满满的一些收获的。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出现了职业工作女皇舞蹈这张牌卡。那么在年底这段时间呢，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事业或者是学业培训团队这样的领域里面，也许你会接触到一个很有母爱、很有女性魅力的人。这个人呢，他温柔、顺从、高贵、美丽，很享受生活，自己应该也是很优雅、很精致的，并且他非常有创造力，有快乐愉悦的这种状态哦。他是很满足当下的生活，各方面呢都非常的顺畅。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积极阳光的能量，也许在事业之中，他可以帮你一把，或者是给你好的建议，或者是他会给你有更多一些像手舞足蹈、兴高采烈的事情的分享，让你呢有更多的自信，更多的美好，更多的开朗。所以请记得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贵人出现在身边，给你传递更强的能量的。另外呢，女皇这张牌卡也代表着收获，世间万物带来了生机，所以也很有可能在年底这段时间，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成绩都进步了，效率更高，考试成绩优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如果你正在寻找工作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在年底会遇见很体面的工作，很好的、很适合你的工作。也许在这个工作上面，你有更多的蓬勃发展。好，另外呢，在工作事业里面，你可能也会成为女强人，或者是更加有领导力，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能力。在你的团队里面，你会获得团队者给予你更多的一些注目，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好感，或者是更多的敬佩。如果你去参加一些聚会派对的话呢，你应该也会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会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如果说年底这一段时间要团建啦，要有机会去表演的话呢，希望你可以尽力去争取，去表演舞蹈吧，去玩乐，去群魔乱舞吧，去参加一些关于舞蹈的兴趣班培训，都是会让你更加积极美好的，都是可能呢在
这些有舞蹈、有欢乐氛围能量的地方，你会有更多人脉的收获，你会有更好的自我展示，而吸引到非常优质的人来到身边哦。另外，接下来我们还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远距离的情感建立，但是这种情感建立呢，是一种非常顺其自然，没有太多欲望，没有太多控制的能量，就是也许在社交媒体上面，也许在网络上面，你会跟可能有更多情感发展的人进行互动，但是你保持着一个平常心，就是好好的去做沟通，没有太多想要一定要有收获这样的一个心态哦。在网络的语言沟通上面呢，是更加平和并加舒适自在的。因为可以发展友情的人呢，自然会越谈越顺畅。那不适合发展友情的人呢，那自然而然就会渐行渐远了。所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面呢，你可能会去跟一些人进行沟通，进行一些语言上面的互动，但是自己的心态是特别好，所以也会有比较强的远距离人际关系的收获。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心灵上面成长了，自己像是魔法师一样，并且也保持着好奇心。人际关系交往上面呢，很善于沟通，你就像是一个魔法师，手上有魔法杖一样，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可以给到人际关系更多深层次的交往啊。你也更懂得设身处地的为别人考虑，特别的体贴照顾别人的情绪，并且呢，在不论是跟同事、同学，或者是朋友、家人、爱人的这种沟通上面，你都会更加的开放，更懂得去滋润。对别人呢，也会保持着好奇之心哦。在做沟通的时候，你不会夸夸其谈的去讲自己的事情，而是更愿意安安静静的去倾听别人的一些故事。当你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当你更多对别人产生好奇心的时候，那么就会让别人很开心的愿意跟你接触。如果别人在你面前去讲更多自己的私事啊，表达自己更多的一些情绪状态的话呢，那也代表着他开始更加的去信任你了，你更加讨人欢心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哦，我们没有那么在乎别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很在乎自己的感受，想去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当你放下讲自我这样的一个念头，更多对别人保持好奇心的时候，那么这种真正的情谊关系才算是很好的在搭建哦。所以人际关系里面多倾听别人，让别人感觉得到重视，那么那个人呢会更想跟你有更多的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技巧呢，你会更熟练的掌握了。还有就是在和身边的人有一些人身上会有更多精神上面的共鸣了，不仅仅是肤浅的关系哦。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在恋爱之中，你已经有自己恋人的话呢，你跟对方的感情将更多的精神上面的连接。大家可能在爱情观、世界观，或者是对待物质世界的金钱啦、权力啦、政治啦，会有相同的一些看法。在很多事件上面会共同的去沟通，两个头脑当然商量出来的选择是最聪明、最智慧的。所以保持这种开放的之心呢，对所有的事情保持着好奇，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其实你守住了自己的能量，你也建立了好的人脉情感，所以是有蛮大的一些成长的。好，
这边我们出现了过去的感情、过去的爱，以及圣杯十家人团聚和睦的这张牌卡，还出现了呼吸。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更懂得顺其自然、舒服，建立更多的合作，更多的这种亲密感，并且呢，很有机会在年底遇见过去的一些缘分。这个过去的缘分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前世有过一些接触，在这一世呢再续前缘，也许你们是有业力关系的，也许呢你们就是一起在今生做更多的情感课题。那在彼此该相遇的地方呢，去相遇，可能用一些激励呀，或者是某一种转折的态度哦，让自己有更多情感上面的思考跟收获。所以有可能过去的这个缘分，它也许是以同学或者是以同事的一种方式，或者甚至以一种陌生人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给到你对爱情更多合作的一些想法跟态度，让你呢更懂得人情世故的放松，无论如何会促进你变得更加美好的。那另外呢，也有可能就是在你今世过去的爱人，过去有暧昧的人，或者是过去有情感交融的人，你们在这个年底再一次的再续前缘，或者是雨过天晴，或者是破镜重圆，或者是复合。那么这一次呢，再一次复合是抱着一个真诚想要跟对方建立持久稳定情感的，是想要建立家庭婚姻的这种很认真的态度来到你的身边的。当然，大家不会很急促的去做任何的决定，还是会慢慢的放轻松，去修复这段感情，去有更多看到对方成长的地方，看到这一段情感也许是需要更多调整的地方。那么有的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可能当下呢你正在跟自己恋人有一些矛盾的话，没有关系，保持着积极正向的一种状态，去努力沟通，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建立感情的亲密感，反而让大家觉得在一起呢是很适配的，对方在感情里面是理智的，是善于沟通的，是可以很好的去克服这些问题，而不是随便的发脾气啊，或者是暴走啊，或者是有责怪对方啊，生气啊，做这种幼稚的事情，而是更加成熟理智的去解决。那么对方呢，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建立家庭、适合养育情感、养育家人的人，对你呢有更多正向的需要，以及正向的一种佩服，而想要跟你建立更温暖的关系了。总体的来讲哦，在我们的年底之前，情感会有很多的一些收获，精神上有收获，物质上有收获，感情基础、感情承诺上面是有收获的，非常棒哦。好，接下来呢，宇宙还告诉你，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一定要注重运用女性的能量。女性呢是很细心的，感情里面很懂得察言观色的，很温柔的，所以遇到事情以柔克刚很重要哦，不要去恶性的竞争，或者是制造任何的矛盾冲突了。以柔克刚就是你天生的能力加以利用，并且运用行动的力量之后呢，你会为新爱情、新开始做好准备的。只要在感情里面采取积极的行动，你就会有大的一些收获跟收益。在年底之前这段时间，你也会收到别人给你的一些祝福、关怀，会收到一些好的运势、运气。在感情里面是有更多的正能量、阳光的，会享受得到一种温暖、幸福感。那么，当你收获到这种快乐、幸福之后呢，也希望你可以把这种阳光祝福分享给他人。
把美好的这种情绪啦、正能量啦，也给到身边的人，会让你获得更多的福气的。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也记得在情感里面也要有女性的能量存在，不要太过于的直男了。该给予鲜花，该给予浪漫语言，该给予一些烛光晚餐、浪漫动作的时候呢，还是要给予的。然后在感情里面呢，多多关怀对方的一些情绪，也是要懂得以柔克刚，就会让自己的情感顺利。好，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那么看到在年底这段时间，要更加外向、积极、主动，并且要懂得用花束、鲜花去表达赞美、欣赏，去表达自己的心意。无论是送给自己的女老板，还是送给自己的妈妈，还是送给自己的爱人，还是送给自己的女同学、女同事，或者是女性朋友。那送一束鲜花呢，其实哪怕是一个小的盆栽、仙人掌，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表达你的这个心意哦。送一些女生喜欢的东西，是可以加深、是扩展你的人际关系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活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忧虑、误解、不懂女生，或者是不懂别人为什么突然情绪暴走，所以也可能对于情感，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担心、恐惧，但没有关系。就像宇宙中有暗物质一样，我们情绪呢也一定有消极，一定有负面的那一面。但是再小的生物也是有隐藏的力量的，即使你再直男，或者是你再没有谈过情、说过爱的话呢，只要你充满希望，不去担心、害怕，而去做积极的一些动作，请别人喝咖啡呀，给别人送一杯温暖的咖啡呀，给别人送鲜花呀，你只要去做这些动作，一定会让别人喜欢你、注意你的，好吗？不要担心别人不喜欢你，只要去做这些积极追求、创造幸福的事情，你就会收获到的。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记得在年底的时候也要更加的有逻辑性，更加的理智，更加的有计划性，像男人一样哦，注重用大脑去思考，再加上你本身会用心去感受的这种天赋加在一起的话呢，你就会享受非常幸福的生活状态，搭建很美好的人际关系，自己会大大的提升情商的。所以亲爱的，总体来讲哦，2024年年底之前这一段时光呢，还是非常美好的，有蛮多的收获。而你自己的心态呢，也是在一种呼吸、放轻松、跳舞、保持好奇心、吸收这种祖先智慧的状态。自己也有很大的突破跟成熟度。所以就请好好的享受吧。如果你喜欢这个占卜视频呢，记得在视频下面写上吸收能量，得到宇宙祝福，2024年底会收获满满、充满幸运的字样，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你连接到的是黑暗女神。在古希腊的传说里面，黑夜女神利克斯是原生混沌最早诞生的初代神之一，夜的本体和化身。她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原始之神，被称作神与人的征服者。尼克斯代表了黑夜，带来了黑暗以及隐藏在阴暗中的众多事物，如妄想、欲望、死亡等。他身着黑色的光环，尼克斯是拥有崇高的神位的，是为数不多拥有强大力量的伟大神明之一。他具有制约凡人和众神的强大力量，甚至宙斯都对他心生敬重。
她是盖亚的姐妹，她孕育了睡神和死神等，还独自生育了非常多的神明。她有许多的孩子。传说古丽斯每天傍晚会乘坐黑马拉的车飞上天空，用黑幕笼罩大地，让世界沉浸于黑暗宁静之中。黑暗女神召唤你来到她的密室，在那里，她为你举行考验和礼物。考验是你是否愿意面对并释放内心秘密阻碍你的恐惧，而这份礼物是各种形式的自由、和平、机会和繁荣。你会接受她的召唤吗？你将进入更深入启蒙的时间段，所以2024年的年底这一部分呢，你将看到更多的人生经验，你将收获到更多的一些直面黑暗、解决黑暗、转化黑暗的问题。当你勇敢的去响应他的召唤，并进入到暗黑密室的人的话呢，那你就会有密确很大的回报的。这种回报是更无所畏惧的生活、爱和做自己的真实礼物，而不必因为害怕拒绝别人，或者是要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去做妥协，而去做压抑自我。所以你将进入到一种更开放广阔的生活方式里面，你将吸引到更多的爱、机会、和平、繁荣、幸福和智慧的礼物。当然，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灵魂才能通过种种黑暗考验，并且获得更多的解放。年底你已经准备好，你即将进入到光之入门，所以也会有感情的光之回归。当然，你也会看到消极的那一面，你会正视这种，并用自己的个人力量、精神力量去做一定的改变，转化黑暗至光明，用一种充满爱和坚定的态度来面对人际关系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担心，并且愿意在人际关系的成长之中去承担风险。所以看到呢，你会有更加深刻的解脱和幸福感。那这边呢，给到大家一个小的仪式方法，让你可以直面黑暗，转化黑暗。最好是在晚上，在一个稍微有一些黑暗的物理空间、房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仪式。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拉下窗帘，然后点几支蜡烛，用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仪式，不一定要非常的黑暗哦，但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另外呢，你需要一面小镜子。首先，以舒服的姿势安静地坐着，当你的意识带入到你的内心，感受内心中的温暖和爱，大声地说：我以无条件的爱向我自己完全的敞开，并请求那些无条件的爱我的神明能量的治愈、恩典和保护。然后轻轻地握住镜子，仪式镜子中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倒影，保持舒适感，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柔和，然后真正的从爱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眼睛，去面对自己的影子，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够爱自己，我足以预见自己隐藏在内心中的恐惧、羞耻、内疚和愤怒那一部分，但是我不怕你，我很抱歉，每次我从恐惧、羞耻、内疚、愤怒之中隐藏起来。说完这些话之后，将镜子放下，闭上眼睛，进入到你的内心，倾听答案。这个时候浮现在你头脑中的一些声音、一些讯息，其实就是暗黑女神给予你的力量，给予你的指引，告诉你如何转化黑暗，
直面黑暗。那另外也代表着2024年你将摆脱一些暗黑能量的人事物，重新进行到转换，解开一些误解，解开一些心结，解开一些不好的状态，你会享受一种原谅的机会，你将得到更多的一些治愈，治愈自己，治愈他人，改善和释放负面的模式，并且会更多看到别人身上更加的神性、光与善良，你也会更加有正面的念头、情绪和能量，将提升到宁静慈悲的更高境界里面去。所以自己的是有蛮多正能量的突破跟显化的。另外呢，也可以看到你将更多的坦诚，在人际关系里面更加有效的去做沟通，果断的去行动，会让自己内心更多的安全感，更加的踏实，不需要任何的担心焦虑，因为你本身就是安全的。你已经正在显化很多的美好结果，而你的指导灵守护天使也告诉你，在面对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将运用力量和坦诚。当你表达真情实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何去沟通，如何去展现自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些真诚实意呢，也会给你带来足够的爱，足够的平和的。所以亲爱的，果决的去说做人际关系中的连接沟通，只要你真诚坦诚，你就会收获到满满爱的回馈的。另外呢，举一个小例子，那近期呢，有一位女性朋友找到我做私占，她在近期公司来了一位女的上司，女上司每天给到她超多的一些工作任务，甚至一个月让她上班了300个小时，在本来可以星期一就交代的工作，她却在星期五才交代。这位女性朋友，然后让她在星期六、星期天不得不加班加点，然后晚上明明已经到了11、12点睡觉的时刻，然后这个女老板会突然打电话告诉她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去做的，所以她会咨询我，宇宙告诉她应该怎么样去做。那实际上呢，宇宙有告诉她，你是不需要去担心的。你当下去直面跟这位女老板沟通，告诉这个女老板应该尊重你的界限，尊重你的原则。那么如果在无效沟通之后，你可以更换工作，因为宇宙告诉他，你的下一份工作会比这一份工作人际关系更加的融合，那这种上班的氛围会更好。不过呢，在这份工作里面，你可能会学习到更多，所以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当下无需任何的担心。那么也代表着，在2025年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遇到任何事情，遇到任何情感人际关系，不只是爱情哦，你都可以在年底这段时间坦诚的去沟通。你的指导灵守护天使他们会帮助你的，他们会指引你的。有时候有失才有得，不需要紧紧抓住任何的东西，但是呢，你顾及的少了，你更加勇敢的去要求了，去讲了，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些收获，就会得到更多清晰的一些措辞，更多清晰的一些选择的。年底这段时间会有黑暗的人际关系，但是呢，你也有转换人际关系至光明、至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哦。因为黑暗女神在你身边，给予你足够的帮助。那么具体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浅色皮肤的男生，在年底出现，会对你有一些邀请，想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啊，更多的聚餐啊，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约会，或者是更多的一些合作。那么宇宙指引你哦，不需要着急陷入其中，不要着急去做判断，或者是很着急的跟他合作，很着急的去跟他投入到这份感情里面，钝一点，慢一点，对你是比较好的。那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明明才刚认识不久，他就会大声的官宣自己恋爱了，但没到几天，他又说自己单身了。所以有时候呢，在身边劝他看清楚人在谈恋爱，但他总是觉得感情到了，感觉对了，挡也挡不住，不自由的就会在最初和幻想跟这个人在一起有多么的一个美好，所以在他的感情里面呢，他总是进进出出，也可能比较容易遇到一些错误的缘分、错误的桃花，让自己呢少了更多的精力空间、时间去保护自己爱的能量，让自己比较容易错过一些好的缘分。所以宇宙告诉你，千万不要着急对一个人做判断，跟他未来会是好坏的一个判断，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熟悉，多一些就相当于多一些选择。不要害怕自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啊，或者是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脱单啊，或者是害怕自己可能以后遇不到更好的一些合作者，更多亲密的关系啦。但越是这种害怕呢，就越让你着急，就越让你可能做错一些决定。反而你不着急，反而你一切都慢慢来，那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经历考验，去做一个明智的判断。不要急着走入一段亲密的关系里面，多一些时间去认清彼此是否是适合搭建这种感情关系的很重要。不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适合给我们正能量的，都给我们带来意义价值的。即使有些人当下我们可能因为突然的一种味道，或者是突然的一种氛围，或者是突然的一种感觉而喜欢上了对方，但是呢，这个只是生理上面的反应，也许是味道上面的反应，也许是听觉方面的反应，但并不代表着是一种精神上面的反应，是真正的一种爱的缘分哦。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理清楚的。那么在年底这一段时间，不要匆匆开始情感了，那很容易草草的收场。要多一些互动，多一些了解是非常的好，日久见人心嘛。如果对待感情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呢，内心也不够笃定这个人的人品人脉的话呢，就不要着急进入到任何的关系里面了。年底这段时间是有偏桃花的出现的，是有一些不合适合作的人出现的，希望你好好的可以去做一个审判哦。首先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聪明的一个方法，除非你很清楚的了解了，那么你就可以再去做判断了。好，那接下来这件事情，控制团队，添加一点颜色，在自己的团队里面，你会更加有高效的合作，更加的紧密了，所以大家的关系呢会更多有效的控制，透明的沟通。你也很懂得以身作则，在团队合作里面展示出你自己实际、诚实和可靠的品质，得到团员成员的尊重。你可以在团队之内建立比较好的信任关系，树立很好的一个榜样。
那么这种有效的沟通呢，也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哟。无论是你在学习跟自己的同学关系，还是说你在工作跟自己的同事关系，大家都会建立比较紧密的合拍的工作了，而且你也更加懂得如何沟通，减少误解，减少猜疑，去增强团队的承上启下的这个品质，所以会带来更多的一些颜色，更多丰富的美好的状态。这方面的人际关系呢是有变更好哦，可以好好的收获。接下来呢，出现了前世、清晰沟通、魔法属性。那么这边就出现2点，第一个，你可能会遇见自己的前世缘分。在你初见对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跟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但是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是曾经见过吗？是在平行空间见过吗？还是在梦中梦到过呢？但你会很肯定是在现实生活中好像没有任何交集的，但是初见面的时候却有非常强的一种感觉，可以有这种能量通融，很容易去理解，很容易去懂对方的这种状态哦，所以会遇见前世的一些缘分的人。这个呢不一定代表是恋人，可能在前世有过交集、有过接触的人，在年底这段时间会再一次的相遇。在相遇之后呢，你们应该会有蛮多思想上面的沟通的。另外也代表着在这一世，过去自己的恋人、自己的旧爱，或者是有短暂分离，或者是失联，或者是刚争吵完结束，就过去熟悉的爱人、暧昧者、缘分，你们会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真诚的沟通，大家会有很多理智清晰的语言交流，思想上面的交流。那这段时间呢，你也会有很强的一种魔法属性哦，是善于沟通，是可以懂对方在讲什么，设身处地的去跟对方做交流的。你会有魔法，你想要这份感情走入到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提升，或者是更多转换的话呢，你是可以做到的哟。有遇见之前缘分这样的机会出现，好好的理智的去做沟通，你是可以按着自己的期待去升华这段情感的。好，接下来呢，约会，过去的人，安全感、舒服、温暖。是的，你会跟过去可能旧的朋友啊、旧的同事啊、旧的同学啊，有约会的可能性。在彼此的现实生活见面、约会、互动的情况之下呢，会充满着浪漫，或者是这种温情，充满关怀，充满美好记忆的这种互动的。在这种感觉里面呢，你会有很强的一种舒服感，就像在自己的温暖舒适区里面一样的，可以跟对方做任何的沟通，做任何的一些约会，都会让自己舒服自在。所以跟老朋友们聚会，跟旧的情人，或者是旧的同事同学，会有这样的一种重逢、再次聚会的事件发生。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如果别人邀约你的话，那请你去参加吧，你会感受到很温馨的。或者是你也可以主动去邀请旧的人，跟他一起有更多烛光晚餐啊、浪漫约会啊，一起去聚餐啊，你都会感觉有蛮舒服的收获、满足感的，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很惬意。好，接下来出现灵魂伴侣、节制、笑容这张牌卡。是的，年底的时候会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所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很有这种熟悉感，
是灵魂得到的一种共鸣。即使大家可能不说话，都不会觉得尴尬或者是陌生，都很容易知道你们俩是互相有好感的，你们俩是沟通没有任何障碍的。对方一个眼神，你可能大概都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不需要太多的一些语言去解释啊，或者是去沟通，就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在对方有一种信任感，有一种舒服感，有一种温馨感。所以这段时间你会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跟对方会有很多讯息，网络上面的沟通，会用手机短信啊、社交媒体啊，就是发很多的一些讯息，打一些电话，你们之间是有你来我往，不停的这种讯息流动互动的。大家呢可能也会讲一些笑话啊，会调侃啊，会八卦啊，会一起去玩啊，会有很多欢声笑语，是非常阳光灿烂的时光的，会享受在一起这种肆无忌惮的状态。而且大家都很放轻松，也很容易去认可对方，氛围是很愉悦，是很欢欣的，很棒哦。在2024年年底，人际关系上面是有很多丰收的，会遇到喜欢你的人，会遇到工作、学习、培训之中呢，大家紧密的团结，会和旧人有再次重逢，会和旧人呢，再续前缘，那也会和自己的灵魂伴侣、前世的情缘再一次重逢。很可能啊，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黑暗之神嘛，也许有的关系呢是你之前有一些悔恨，有一些失望，或者是有一些失落的，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那么想告诉你，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呢，是可以重修旧好，雨过天晴，会建立更多的欢声笑语。毕竟都已经很熟悉对方了，所以自己也成长了，成熟了，经历了，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啦，没有那么多的指责怪罪了，是吧？会把这种对感情里面黑暗的那一部分转化成更多的积极、乐观、明亮的这一部分的，会看到对方的优点，会看到人不是完美的，但是呢，我们去包容对方的缺点，去看到更加积极正向的那一面，那么你的心态呢，也是更加的阳光健康了。如果你已经在爱情里的话呢，那代表着你跟自己的恋人，你们会有很多美好的浪漫的约会，那你们会有很多理智清晰的思想沟通，也会有很多欢声笑语，并且会增加情感中更多的活力、热情和颜色，更加的丰富，更多的安全感。同时这份情感呢，会保持着稳定持久的，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变化，甚至是不好的变化，都是在往好的转变之中。幸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了书这张牌卡，希望你可以多多在年底这段时间去阅读书籍，或者是去一些安静的书店、图书博物馆，或者是有书本的这种咖啡厅，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教育啊、培训啊。在这些场合，在这些地方呢，你都会遇到好的缘分，你都会遇到正能量的人，你也可能很容易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另外，我们这边出现了书信消息，一条重要的消息即将到来，它可能是一个留言，或者是一个点赞，或者是在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呢，他在朋友圈跟你沟通。无论如何，这个消息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也许是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了，在你的朋友圈下面留言，然后你就借这个机会跟他邀约啊，
大家又开始聊起来，又开始见面起来，这种感情又开始恢复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也代表着旧的朋友、过去的熟悉的人发朋友圈的时候，你也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去留言吧，可以让这份关系呢又重新的充满激情跟活力的。接下来小孩这张牌卡，拥抱孩子的纯真，毫无恐惧的玩耍，你才可以感受人生足够的尽兴有趣。不用给自己太多的一些界限了，不论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也不论是你是怎样的一个年龄层，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希望大家呢都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活泼，没有太多思想包袱，没有太多社会游戏规则条条框框所束缚，去做自己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去玩一些游戏呀，一些纯真的游戏，比如说去狼人杀，去剧本杀，或者是去游戏吧，也可以上网打打游戏，这些呢都是可以让自己解压，可以让自己舒适的，不用天天把自己耗在一种挣钱或者一种工作或者努力学习的这种氛围之内哦。人生其实就是来地球玩的，就是来地球休息。什么是爱？然后呢，多在地球走一走，看一看，体验这颗蓝色星球的，而不是到这边来打工啊，或者是当奴隶。所以一定要玩尽兴，除了生死，其他都没有任何的事情，都不是大事。而生死呢，也应该是被祝福的。今天呢，在做这个视频之前，我就有收到一个朋友，他经常在我这里做占卜哦，一个占卜的朋友，那他会给我发信息说他的奶奶100岁去世了，他现在有一点恐慌，对死亡的这一件事情想一想，那么自己年纪越大，可能身边的这些长辈啊、亲戚啊，就一个一个的会死掉，他应该怎么样去应对？那我就有告诉他，生和死都应该是被祝福的事情，而不是把它当成恐惧、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死亡。最主要的是，在死亡之前，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体验空气也好，阳光也好，去感受花香也好，还是去登山、去湖泊，去感受这个地球也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你只要保持着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童心去玩乐的这种状态的话呢，那么你就会足够尽兴。如果你足够尽兴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的话，那你就不会害怕死亡。死亡呢，是代表着我们今生的课题结束了，那我们毕业了，我们可以去换一个新的身体躯壳，可以去感受新的生命，有新的人生了。所以死亡呢，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你应该为对方所开心。好吗？另外呢，要大家知道哦，对于灵魂来说是没有任何痛苦，是没有任何遗憾，是没有这种黑暗的体验感受的。灵魂只有一种温暖感，一种舒适感。所以，请保持着纯真，请保持着玩乐，请让自己呢，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玩得足够的尽兴，足够的放轻松，少一些欲望，少一些压力。好，接下来四叶草是好运的象征，快乐、繁荣，是告诉你，在年底这一段时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放轻松就好了。在生活里面去寻找乐趣，并且珍惜每一天。你是自带好运的，你是自带运气的。很多事情可能当下你觉得不喜欢，解决不了，但是呢，宇宙会帮你的。黑暗女神是会帮你的，你的指导灵、守护天使也是会给你能量的，自然而然
你就会懂得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要你保持着一个积极、乐观、信心的心态，那么你就会听到这些神明给你的指引，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给到你帮助的。最后，钥匙这张牌卡，一条崭新的感情道路正在为你打开，随之而来呢是更多的一些发展，你将会收获到更大的满足感和决心。钥匙已经在你的手中了，那么很多的这种感情呢即将来到，你希望这份感情通向怎样的一个幸福大门呢？那么你就去运用你的魔法吧，你的意识创造未来，创造当下。你当下希望这份感情建立的多美好，你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幻化的。如果在这份人际关系里面，你感觉到担忧或者是害怕，你甚至在设想未来这份情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你就正在打开这样一个消极的大门，正在可能去做一些行动，让这份关系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当下你的想法是黑暗的，是光明的，非常的重要哦。去显化幸福，去转换这些黑暗吧。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哟。2024年下半年年底之前呢，还是会有很多丰富的感情收获的。祝福你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宇宙会给你怎样的年底惊喜讯息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Isis 手上呢拿着的这个安可生命钥匙，在埃及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钥匙符号，它叫安可，是生命钥匙，是最古埃及的标志之一。如果你在空白页或者是枯井之中去寻找灵感的话呢，如果你对自己的创造和流动能力感到怀疑的话呢，Isis 告诉你，请不要绝望，请不要质疑自己。安可承诺，新的灵感将回到你的身边，你可以放心，就像尼罗河洪水退去后充满生机一样，你的创造力也会很快的回归的。你的创意日子还没结束，你的创造力将再次崛起，你会感到年轻，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并且会受到创作的启发，得到生命的钥匙，也代表着在年底这一段时间，你的感情世界、人际关系会有很明显的变化的，你会有新的开始、新的发展、新的道路。因为感情的这个钥匙在你的手中。好，那么婚礼代表两个灵魂在爱、互相尊重与承诺下的结合，代表着日益增进爱的渴望。你的成婚之日见证了你对爱的力量拥有坚定的信念，继续将生命力注入到此信念和爱中。年底会有谨慎的、认真的、真诚的想要跟你建立婚底的爱出现，也就是会有正桃花、正缘出现的机会哦。也可能在年底这段时间，你会去参加一些订婚啦、求婚啦、结婚啊这样的一些庆祝活动。在这些庆祝活动上呢，你应该也是会很美丽，会有更多幸福能量的收获的，当然会感受到这种庆祝满满爱的状态。如果说你已经在爱情之中的话呢，还有可能在年底这段时间，你的恋人、你的伴侣，他希望跟你建立承诺、持久稳定的情感关系，说不定会有想要结婚的念头哦。所以在这段时间，正桃花、桃花运势都是比较正能量、正向的。好，请欣赏自己，犒赏自己。你有多久没有给自己更多的欣赏？肯定没给自己买衣服啦，没有带自己吃好吃的，没有带自己去看美景啦，没有很好的给自我的一些约会啦。
对着镜子表扬自己，肯定自己，赞美自己吧，给到自己更多的信心。那同时呢，可能在年底也会收获到爱的回馈。这个回馈也许来自于你自己一直很注重给予爱、奉献爱，有好的爱的福报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了。看到呢，你给出去的爱不会流失，最终都是会反弹到自己身上的。给出去怎样的一个积极的振动频率，这个振动频率呢，它会反弹过来。另外呢，也代表着周围会有更多的人欣赏你啦，肯定你啦，你自己也会将心比心，礼尚往来，在情商上面有提高，在人际关系互相滋润上面有提高，那是可以更加欣慰，更加骄傲了。好，最后呢，我们这边出现要有信心这张牌卡，在关系里面去好好的展现自己，去大胆的表白。如果有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表白，那就去追求吧，要有信心。如果你想要给对方幸福跟快乐，但对方不接受的话，那么就代表缘浅。但是如果你已经表达了想要给对方幸福，那么对方接受的话，那么就代表着你的行动呢，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不要仅仅是暗恋哦，不要仅仅是在那边观察，暗自喜欢了，要有信心的去追求。在感情世界里面呢，也要有信心，跟对方、跟恋人会开花结果。只要你一直都做快乐的、正向的事情，那一直都在让感情更加的甜蜜的话，对方肯定是不会离开的。因为当下他跟你在一起开心、快乐、自由、舒服，那他是不会有其他的心思的，他会全心全意在你的身上。如果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开始紧张，给对方压抑、控制、不信任、责怪，自然而然他就会离开的，这是人之常情哦。所以对待爱情、对待人际关系，要更多的信心，要更多的正能量。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呢，确实会有满满的感情收获的。第一个，会遇见一个很年轻的女生。那么你会以柔克刚的去征服他，去得到他的喜欢，他的专注，或者是他的注意。在这条道路上面需要更多的勇气。也许这个女生是你喜欢的人，也许这个女生是你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但是你们之间呢，可能不会立即就是非常的合拍，你们可能是有一些距离的，也许是文化程度的不同，也许是大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同，三观不同，但是没有关系哦，只要你愿意让他跟你的关系转化成更加的明朗、更加的紧密，或者是更加的深层次的话，你是有足够的技巧、足够的能力、足够可以勇敢去征服对方，去追到对方给予你的认可、尊重的哟。所以我们就像他可能是这头狮子，而你呢，无所畏惧的去训这头狮子，最后它是成为很温顺的一个动物，待在你的身边的，因为你的能量、你的能力大于它。好。另外呢，除了会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之外，我们还会在年底遇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男人。这个男人他会给你不同的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头脑思想上面的刺激，让你从更高的角度或者是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当下的一些事情。那一些决策，所以身边会出现贵人的智慧上面给到你更多拓展，给到你
可能新的一些想法、一些新的创意呀、新的 idea 啊，或者是新的一些智慧啊，让你在头脑之中呢有更多的思想吸收、文化的吸收，打开自己的格局，打开自己可能思想的瓶颈期，更加的有多的 idea、多的文化、多的更深层次的一些想法。那么也代表着身边成熟的男人，比较有文化智慧的，或者是专业度的人，你需要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帮助的话，去寻求帮助，对方呢都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到你足够的指引的。那么我们身边呢是会有这样优秀人才的，给予你的帮助或者是借力的，可以好好的利用哦。那也可以好好的去增加自己的智慧哦，谦卑一些，谦虚一些，去讨教别人吧。当你开始去请教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跟那一个人之间的友谊桥梁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了，懂吗？这是一个社交的方法。另外呢，希望你们的关系更加正向紧密的话，表达一下你的感恩。如果别人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给到你一些好的想法，那么你就请别人吃个饭吧，或者是请别人喝个茶吧。那跟对方呢坐一坐，表达你的感激，讲一些谢谢的话语，相信对方会更加的尊重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他会给到你一定的借鉴跟帮助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一个对感情很仗义、有感激之心的人。另外，如果对方给到你的帮助，让你有收获了，让你有不管是金钱上面的收获，还是项目上面的成功，还是在事件问题上面得到解决哦，你都可以庆祝一下。那邀请对方，或者是送一些小礼物，表达你的感恩。那他有帮助你，协助你完成这件事情，很感谢他的帮助。也许他是无心的，但是你一定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手做的香皂啦，或者是手做的陶瓷杯子、手做的蛋糕、饼干都是可以的。这些小小的心意呢，会让别人记住你的好，也会让别人呢愿意更多机会下去帮助于你的，好吗？所以贵人会出现。在工作里面更加的自由，没有太过于的拘束，会懂得扫清工作中的麻烦，工作中的障碍。也许是时候去做一些自己已经拖延很久、大意的，或者是烦人的、不喜欢的事情。那你可以在工作里面呢更加的顺畅，更加的无所畏惧，保持自己事业中的畅通无阻，也代表着在工作环境里面会去解决掉办公室政治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麻烦。当你更加无所顾忌，不去在意别人的一些想法、别人的一些状态的时候，那么就是克服麻烦的情况，你就会带来真正的神奇的一些事物。当你把专注度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的话呢，自己只要去做得够好，那不管别人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控制别人。你只要注意到自己做得够好的话呢，那么在这种同事或者是同学关系里面，就会建立好的口碑，就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自由、自在哦。所以也有克服不团结这样的一个能量，在人际关系交集上面呢，排除障碍，排除一些浮躁的、消极的、不好的人情世故。好，接下来我们还出现成熟的女人，积极的联系互动，直觉倾听你内心的声音，第六感，
也会出现一个成熟，可能年纪比你大，或者是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智呢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些，或者经历的人情世故、人生经验更多一些，你会跟他之间有蛮多信息上面的传递，你来我往的，而他可能也会给你带到一些感觉，会给你一些新鲜感，或者给你一些更多的启发，给你一些更多的一些感觉、思想上面的刺激。在年底呢，自己在人际关系上面还是蛮丰富的，会遇到成熟的男人、成熟的女人、年轻的女人，在工作这种团队合作里面呢，也更加的自在，也会吸收更多的一些能量，看到其实会有更多福报的收获。新月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人际关系是有很多新的机会的，解开误会啊，解开心结的机会啊，还有去直接释放、去表达你的思想，让人际关系更加亲密的机会啊，会遇到贵人，会遇到心动的人，会遇到可能发展情感的人，会遇到你被敬仰、被尊重、被帮助、被给予的这种状态。之前在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是感情里面，你可能有时候会有给予奉献，但是最终呢，你没有收获到对方这样的一个回馈，但是没有关系，宇宙告诉你，年底这段时间之前你给出去的好，那么都会在年底这段时间回到你的身上，所以会出现有人帮你，有人关心你，有人爱你，有人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情感上面的发展，因为你值得，你有自己很可爱、很美好的那一面，就会遇到很多好的缘分哦。想跟你建立好的、认真的、真诚的关系。接下来，鞭子冲突、戏剧性，所以还是有很多抓马的，会经历一些抓马的事情，会经历一些人情冷暖，人际关系突然的转变。但好的就是呢，你知道如何去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麻烦，就像手中有鞭子一样，谁不听话，你就像去训狮子一样的去驯服它，让它呢可以跟你有更多好的正向的一些合作，更加让人际关系合拍。好，花园代表着社区、文化、公共空间，你可以主动去帮助那些在团队中需要合作帮助的人，这个会给你建立好的业力关系、好的福报的。你会可能收获到你自己的跟随者，或者是收获到别人对你的信任跟忠诚。我们希望在事业里面成为一个 leader 领导者，那必定我们是要有自我的团队，是要有人愿意佩服你、信任你、跟随你的，跟着你呢有糖吃，跟着你呢有更多利益的收获，跟着你的未来发展更好。所以呢，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可以是一个领导者，可以给别人更多价值的这种状态。当你表现好之后的话呢，那未来你就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有自己的团队。当你有自己团队的时候，你想去创业啊，或者是你想去更优秀的公司的话，都很容易了，好吗？还有就是给自己养养花草，
会帮助你提升生活品质，提升自己的能量的。是女生的话呢，每周星期五送自己一束鲜花啦。如果是男生的话呢，那每周星期五去买一束鲜花，送给你的妈妈，送给你的领导，送给你的同事，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养一些鲜花植物，其实都会很好的，都会让自己更多的享受人生，感受正能量，让自己懂得去如何照顾花束，其实就开始懂得如何去照顾生命了。相信你会吸收到更多的能量。百合花代表着仁慈、道德、美德。百合花是善良、道德、纯洁的象征。在人际关系上面，相信你会把复杂的感情更加的简单化，相信你会去追求美德、大方、慷慨，在人际关系上面建立很纯真的、快乐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哦。那么送花的话呢，送百合花是很好的。好，另外戒指代表着承诺，代表着合作周期。是的，年底这段时间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会遇到正向的桃花，正向的同事、同学、友谊，那正向能量的人，你自己做事的态度呢，也会更加的光明磊落、健康、坦坦荡荡，并且会去建立很紧密的关系的。这边的宇宙告诉你哦，像我们经常可能会听到一些叽叽喳喳鸟的声音，有时候呢，这个鸟一直在那边碎碎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心情烦躁。实际上，宇宙也指引你哦，在人际关系交往里面，我们经常会讲一些废话。如果一个人太喜欢唠叨，总是碎碎念的话呢，那么就不可能会建立高品质的友谊关系。我们人生每天60%的话都是废话，所以我们尽可能多去倾听别人说话，只在关键的时刻讲一两句，表达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的话语要精简，而且我们要注重口德，我们讲出来的话是有价值的，是有分量的，是很重要的。那么你讲的每一句话，别人都会仔细的聆听。如果你一直碎碎念，像小鸟叽叽喳喳的话呢，那你即使你有时候讲出来一些很重要的话，别人都会错过，都不想去听之后去思考、去消化了。所以希望你可以不要去用紧张兴奋的话语消耗自己的能量，尽可能的保持安静，尽可能的保持平和。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多一些倾听，会让你们之间的互动更加的放松，更多的减少焦虑，不去评判他人，那不去讲别人的故事，多一些正向的、鼓励的、欣赏的话语，就会给关系更加的美好哦。最后一张牌卡，月亮。月亮代表情感、直觉、幻想。在这段时间有满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做一下冥想，吸收月亮的能量，或者是在满月的那一天早一点上床睡觉，可以进入到深层睡眠，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充电、吸收能量哦。你要知道，我们地球70%都是水，然后每一次月亮的潮起潮都会引起潮起潮落，特别是满月的时分，能量是最强的。而我们的海洋都可以潮起潮落，我们的人体肯定也是会有很强的变化反应的。在每一个月的满月时光，我自己呢就会睡眠12到15个小时，很奇怪。
一定是属于睡不醒的状态。平时呢，可能6到8个小时就睡眠很好了，但是每到满月时间，我都需要 double 的时间来休息、吸收能量。这是自我的身体反应。那你自己在满月的时光会有怎样的一个身体反应呢？好好的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哦。当然，那一段时间去做冥想，会大大的帮助于你的。另外，在满月时分，好好的进行祷告，告诉宇宙守护天使，你期待完成的梦想，你期待他在人际关系、感情世界里面如何帮助你。去许愿的话呢，是很容易梦想成真的哟。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宇宙，他们会在最好的时间给你最好的安排的。有时候呢，告诉一下他们可能没有顾及到的一些期待，让他们给予你小小的一些助力跟帮助吧。好，亲爱的，2024年的下半年底呢，看来你的感情人际关系还真的是蛮丰富，有很多的体验，值得期待，好好享受哦。最后呢，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